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乐财经，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。今天要聊的话题是 Square 的股票分析，一家与 PayPal 都算是 FinTech 里的龙头公司。投资者普遍认为他们是具有可持续发展、护城河的数据颠覆者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 Square 的公司简介。该公司是由 Jack Dorsey 和 Jim McKelvey 于2009年成立，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。我们来看看 Square 有哪些产品。Square 运营着两个主要的支付生态系统，那就是卖方以及 Cash App。在卖方中， Square 是基于云的销售点 POS 系统的领先提供商，主要为中小型商家提供服务。卖方产品组合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一套端到端的商务解决方案，其中包括有：第一，移动和终端付款的阅读器；第二，薪资、发票、客户参与以及库存跟踪的软件解决方案；还有第三，通过 Square Capital 所提供的运营资金融资解决方案。作为付款汇总商， Square 代表所有卖方交易的记录交易商，所有付款处理均由第三方提供商进行。 Square 的卖家群组主要在美国，该公司正在处于向国际推广其服务的初期阶段。 Square 的 Cash App 生态系统被公认为领先的 P2P 资金转移应用。除了 P2P 功能以外，这个 APP 还可以进行股票投资、比特币买卖。Cash App 的用户可以通过非接触式的付款或使用现金卡来花费其余额。最近 Square 做了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决定，那就是购买了大量的比特币。我认为 Square 宣布购买价值 1.7 亿美元的比特币的时候，主要是为了提供交易的流动性，或者支持比特币 Boost 奖励。他计划在2021年加倍的履行其对比特币的承诺。比特币的净收入为410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12倍，而交易量则为9倍。这其实比华尔街的估计低了许多，尤其是考虑到比特币价格的上涨。考虑了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后，意味着比特币交易数量实际环比下降了约 30%， 而平均的比特币价格环比上升了 55%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Square 最近所发布的财报。 Square 公布的毛利润为 8.04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52%， 略高于华尔街预期的 8.02 亿美元。按生态系统来划分，卖方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%， 而 Cash App 的净收入同比增长 127%。 毛利润中的损失大约有一半都是因为比特币。财报所发布的每股收益为 0.32 美元，算是不错的成绩。接下来我们看看 Square 在2021年所面临的重点和趋势。在 Cash App 方面，除了在两个生态系统中增加的800到900万美元的运营支出外，重点似乎仍然放在怎么获取用户上。 Square 指出， Cash App 自成立以来总共有8000万的应用账户数，其中只有3600万是活跃的。 Square 这家公司正在极力地改善着它的服务以及支持，我认为这对下一步的扩展至关重要，尤其是想要把市场扩展到全球。鉴于比特币和股票市场活动的增加，加上退税季节以及刺激性的支出的开始，第一季度的 Cash App 趋势可能是最受瞩目的关键领域。然后我们来谈谈 Square 这家公司的策略。 Square 将计划进一步的扩大 Cash App 的规模。我认为随着公司进一步的加速 Cash App 规模的发展，加上零售卖方的复苏，将继续的逐步实现，会让该公司在2021年的表现继续良好。对于 Cash App， 我认为在之后的2-3个季度中， Cash App 有几个比较有利的因素，那就是第一，持续的刺激政策以及失业的救济金的增加，这将会推动2021年上半年时期的储备资金增加。第二，
退税的旺季。第三，由于现在 Cash App 拥有了 Credit Karma 的税务准备业务，估计有1到200万的用户，因此增加了推荐的活动。第四，获取客户的支出大幅增加，约8.5亿的运营支出，增量中有 50% 计划用于营销和销售。第五，对比特币交易的兴趣日益增加。此外，新产品，比如说消费者信贷和国际扩张即将到来。Square 开始为其部署欧洲 Cash App 的工作人员，这也将继续推动股价的势头。对于 Square 的第二个主要业务，在卖方的业务板块方面， Square 将继续的投资提高品牌知名度的营销活动。在这些活动中，他们已经开始看到令人满意的第三季度业绩。该公司还将其销售团队的规模扩大1倍。在2021年的支出，很大的一部分用于国际市场，比如说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英国以及日本。目前这些市场占约总付款额 GPV 的 11%， 所以仍然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产品开发的工作将会专注于大型的销售商以及全球的销售商的需求。在全球范围内， Square 正在缩小产品差距，并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布新的产品。在2021年， Square 将会吸引更多的终端卖家加入该平台，大约 40% 的渠道是通过直销进行的，利用 AI 或者 Machine Learning 为现在的用户增加更高的附加率。更新的技术也是一个有趣的方面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Square 这家公司所面临的风险。第一，来自拥有颠覆性的新竞争者，或者拥有更多资源的传统参与者，例如银行的竞争日益激烈。第二，在美国发生疫情之后，中小型企业的活动恢复速度慢于预期。第三，刺激措施的减少可能会导致消费支出反弹放缓。第四，面临更高的商户欺诈风险。 Square 是所有卖家的记录商户，并有责任解决所有的纠纷。第五，信贷损失的风险。 Square Capital 为第三方投资者提供运营资金的贷款。第六，经济的周期性增加可能会导致信贷损失上升。第七， Square 员工的股票期权计划使到股票严重被稀释。然后我好奇地比较了一下 Square、PayPal 以及传统金融股，例如 Bank of America、JP Morgan 和 Visa 的市值。那根据这个图表， PayPal 和 Bank of America 大约是 Square 的3倍，而 JP Morgan 和 Visa 大约是 Square 的 4.5 倍。这个比较大概可以让我们对 Square 股价的发挥空间有所概念。我个人认为 Square 比 PayPal 更具有成长的空间。最后我们来看看估值。股票的名称 Square， 股票代码 SQ， 目前的价格为$230，目标价格为$270。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介于$200至$220之间。ARX 在去年的9月也发布了 Square 的估值模型。根据这张图表，如果能够从 30% 的主要以及次要用户中获利，则目标价格将接近$500。那根据这些分析以及比较，长期来看，我个人认为 Square 的成长空间依然非常大，尤其是 Cash App， 除了店家，普通的用户也能用来买比特币或者股票，形成拥有高用户粘性的生态系统。你会不会考虑投资 Square 呢？请留言下方让我知道。好了，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。